哇哦，动起来，跟着灯光的节奏，来，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，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，走起。言归正传啊，这是一期正经的耳机测评视频。不过确实这个炫彩的灯光让我情不自禁的想给大家先展示一段。基数这个品牌想必还有不少的同学没听说过。那么最早这个品牌映入我的眼帘是一款名叫开放枪的 OWS， 当时奇葩的佩戴和游走于入耳、半入耳、开放式之间的定位的确让我印象深刻。然后就是我近期陆续收到的精准定位的 OWS 耳挂式蓝牙耳机赛道的轻巧枪和夜光枪。那这两款产品是否能带来舒适的佩戴体验，特别对眼镜党是否友好，优于低价位和同价位以及高价位的音质表现和漏音情况，以及夜间安全模式下这个卖点是否真的对实际应用能带来影响，运动佩戴下的通话效果和稳固性如何，小枪体下的常规续航时间是否够用，让我们带着问题跟着坏老师一起寻找答案吧。我们先来看佩戴舒适度。和大部分的耳挂式耳机不同，夜光枪的单耳重量只有 7.6 克，能做到低于8克的单耳佩戴重量，得益于发声单元和传统开放式喇叭不同，来自于行业大佬苹果同源立讯精密研发的3磁超线性喇叭。说人话的理解就是别的喇叭是圆的、单磁的，体积大、面积小、重量大，而它是长方形的、3磁的，体积小、面积大、重量小，自然3磁的驱动也会带来更大音量以及单元更大的振幅，至少从科学的角度出发，低音会更浑厚，声音细节和层次感会更强。所以说在这样的单元技术支持下，夜光枪的整体佩戴感受的确是近乎无感的。我们也让身边的不少眼镜党们佩戴了至少3小时以上，给出的反馈都是近乎无感。那么下面是一段漏音测试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进行了一段夜间安全模式的测试，我们分别在天稍微暗沉和完全暗下来之后进行了跑步佩戴测试。在相对暗沉的场景下还不算特别明显，但是的确能在可视距离内看到耳机的闪烁。那么在完全的黑夜下发光就一眼可见了。的确比起点光源的发光面积，这样有40颗呼吸灯矩阵组成的面光源在可视距离上有数以10倍的增长，至少我以路人视角是能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的。那么运动佩戴中，我们分别测试了100米冲刺跑和慢跑时的佩戴稳固性。下面请看 VCR， 好不好？大家自行判断。小白鼠已经跑得非常卖力了啊。那么接下来我们也在慢跑时有风阻下进行了一个通话情况的测试，效果如何？大家可以一起感受一下。这里是基速夜光枪正常通话测试，123-321-123-4-5-6-7。这里是基速夜光枪抗风噪测试，123-321-123-4-5-6-7。那么续航呢，本来没有什么特别想讲的，不过实测下来竟然和商详上的数据出入不大。单耳续航高功率使用能做到5+19小时左右的续航时间。那么刚刚科学的拆解了它应该会是好声音的原理，但实际感受如何？让我们进入一段英雄所见略同的云视听吧。我的手，直到思念从此生根，华年从此停顿。那么简单的总结一下吧，的确有夜跑的需求，或者说确实喜欢炫彩的灯光以及透明舱体和耳机这种设计质感的，可以选择夜光枪。否则轻巧枪相比价比更高，音质表现上夜光枪的低频量感与回弹速度有不错的优势，人声还原度不错，齿音控制得当，声场宽度虽然差了些，但横向定位清晰。 APP 上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听歌需求和使用场景去切换不同的 EQ 或者自定义。实测跑步状态下抗风噪通话效果还行，续航够用，佩戴也不挑人群，唯二美中不足的2个点吧。一来是 APP 功能过于单一，毕竟要把科技感展现到极致的产品嘛，至少加个 AI 进去是吧？二来就是你这个充电的位置略显尴尬，导致充电时无法正立放置。当然，我这也属于吹毛求疵了，这样的设计已经足够内卷。当然，作为消费者，总希望你更好嘛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，视频制作不易，一键3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